我当网约车司机接到的第一单是我老婆，目的地是她新欢的家。1个小时后，我接到了她新欢的单，目的地是她另一个情人的家。我默默地做了一个决定，当一名为他们爱情事业添砖加瓦的热心市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幸好当时我注册的手机号、开的车都是认识老婆以前用的，她不知道。也幸好今天出门前怕再到熟人，我帽子口罩全武装上了，她没认出来。我把车停在她新欢的情人家附近，用旧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，名字叫我是热心市民。再从微信大号里调出我老婆于安安的微信号加上。我在验证信息里告诉她，我急用钱，想接私活，保证价格公道，随叫随到，并且坚决为顾客的行程保密。于安安的车前2天出了故障，送去维修了。这阵子他出门只能打车，虽然他现在年薪有100万，但仍然保留着小气抠门的习惯。有比打车软件上更便宜的车，他没有不要的道理。果然，他加了我。女士，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于安安迅速回我，我照顾你生意只有一个要求，嘴严实一点。我信誓旦旦地保证，放心放心，我要是透露一个字，就让我老婆出门被车撞死。于安安放心了。那好，你明天晚上7点来幸福小区门口接我。好的好的，一定准时到达。2个小时后，他新欢出来了。我实在很好奇，短时间内同时应付2个女人，他的能撑得住吗？我在他出来后立刻将车停到他面前，假装偶遇。尾号6666的顾客您好，这要巧又碰到了，需要用车吗？我直接送您，不用到软件上下单，保证比软件上订的更便宜。于是，于安安的新欢上了我的车，加了我的微信号，也成为了我的固定客人。我用同样的套路要到了他新欢另一个情人的微信号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就得承担乱伸手被剁的后果。我回到家的时候是晚上7点，为了不被于安安认出来，回家前还特意去换了套衣服。于安安正坐在沙发上翘着腿看手机，一见我进门就怒骂道：这都几点了才回家？你想饿死我吗？我说，于安安最近怎么老找我茬，还变着法的找借口跟我吵架，原来是外面有别的男人了。一想到他在车上与新欢前尾打电话时的柔情似水，还有见面时的热情如火，我内心的无名之火就蹭蹭蹭地往上冒，恨不能抡起旁边的椅子就往他脸上砸。但我不能，我得先忍着。我今天加班了，回来就晚了些。于安安满脸不屑，你能找到什么好工作？赚那3瓜2枣，还不如在家专心地照顾好我。我心中暗骂，如果不是当初替你背黑锅，我不会被公司开除。幸亏我又找了这份工作，不然还不知道你的真面目。我没回他，转移话题道，我给你下碗面条吧。于安安不耐烦地挥挥手，面条就面条吧，赶紧的。我很快下了碗面条端给他，还在半生不熟的面条里面加了7勺盐、4勺糖、8勺醋，这几个数字代表了我对他的祝福。去死吧！于安安吃了一口便吐出来，暴怒道：杨图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连碗面条都煮不好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然后怒气冲冲地拿上包出门了。如愿把他气走后，我迅速把回家前的那身衣服又换上了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我的微信小号便收到于安安的信息：现在有没有时间？
马上过来幸福小区门口接我。我立刻回复：时刻准备为您服务。5分钟后到。我把于安安送到新欢那儿后，顺便拍了几张他们在门口搂搂抱抱的照片。于安安今晚大概率是不会回来了。我愉快地回家收拾东西，搬到次卧。下一步就是彻底地把他扫地出门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开着车不断地往返于我家、钱伟家和钱伟的情人家，尽心尽力地载着他们去约会。我想，这世上应该再没有我这种热心老公了吧。我通过接送他们的便利和私下调查，终于把3人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。钱伟的情人有老公，但不能生，与他在一起只为了生子，所以他又找了于安安这个备胎。他与于安安结缘是因为一个名牌包，那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买给他的。钱伟以为遇到富婆，于安安以为在于爱情。那段时间，于安安在工作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。身为她上司兼隐婚老公的我，帮她扛下并遮掩，我被公司开除了，而她顶替了我的位置。于安安没有因为我的付出而感激我，反而因为我没了工作而瞧不起我，甚至又找了新欢。某天，我终于在送钱伟回家的路上时，听到他情人打来的电话。钱伟的手机通话声音很大，对面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内听得一清二楚。钱伟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，我们该分手了。我瞬间激动地狠狠地拍了下方向盘上的喇叭，换来了钱伟的一个怒视：小心开车，再这样老子下次不找你。我赶紧道歉：抱歉抱歉，下次不会了。钱伟的情人提分手，钱伟自然不肯。经过几次交锋之后，两人的意见终于统一了。钱伟的情人答应给他50万，两人就此断掉。收到银行的到账消息后，钱伟得意又不屑地骂了一句：呸，女人都绝情，得到想要的就嫌老子碍眼了。我兴奋地边开车边吃瓜，抽空还看了眼车载录音的位置，不错，正在正常运行着。我用艳羡的语气开口：兄弟，真羡慕你，跟女人分手不用付出什么，反而有钱拿，不像我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出车，又辛苦又赚不到几个钱。闻言，钱伟得意洋洋地翘起2郎腿：这都是天赋，你羡慕不来。我附和道：那倒是，像我这种没一个女人看得上的，而你却不止一个。钱伟脸上笑容更大了。我又继续道：我觉得常来找您的于女士更好，年轻漂亮，关键还有钱。上次我接她时见她又换了个新包，那款式没个10万买不下来，要是能娶了她，那可就太幸福了。钱伟眼前一亮，兴奋地拍了下大腿：对呀，还有个于安安呢。他掏出手机又拨了个电话出去，没几秒便透过钱伟的手机听到于安安的声音：亲爱的，想我了吗？电话对面的于安安声音黏腻，甜到让我犯恶心。结婚几年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说过话。钱伟为了让声音更低沉有魅力，故意压低嗓子说话：当然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一日见不到你，我就感觉快活不下去了。亲爱的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了，我隔夜饭都想吐出来。没想到于安安喜欢这种货色。于安安兴奋地回道：我也想你，亲爱的，我今晚不回去找我老公了，等我。然后我的手机便收到于安安的信息：现在马上过来岳父大厦大门口接我。好的，我送钱先生，到家后马上过去，10分钟后到。快点。钱伟很高兴，除了车费还给我转了一个200元的红包，我一点也不客气地收了。可能我的话点醒了他，钱伟对我的态度大为转变，
他不再单纯的把我当成一个司机，而是朋友了。我们之间的聊天也不再局限于几点要车，要去哪里，而是如何展现自己的魅力，过去与女人交往的心得，甚至到要如何抓住于安安的心，尽早让她离婚嫁给他。是的，钱伟是知道于安安有老公的，但他还是继续勾搭，直到二人发展为情人关系。他就是个垃圾，所以我坑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跟钱伟发信息，指导他怎么让于安安更加离不开他。毕竟在对于安安的了解上，我算是他的前辈了。我的建议让他惊喜，对我的称呼已经从小于变成兄弟。正发着信息，于安安回来了。昨天于安安的车就修好开回来了，他现在不再叫我的车，我也乐得清闲。于安安这2天心情不错，主动找我说过几次话，缓和关系。即便我爱搭不理的他也不介意。突然，于安安走过来握我的手，并用娇滴滴的语气说：“老公，别生气了，今晚搬回主卧吧。”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用闪电般的速度甩开他的手，并快速从沙发上蹦开，跑得远远的。干什么？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于安安震惊地看着我，一时忘了反应。过了会儿，他才明白过来，继而气得脸红，恼羞成怒道：“杨图，给你机会你不要，那就趁早给我滚蛋。以前我们也吵过架，但我怕他负气出门有危险，都是自己离开，让他留在家里。他已经习惯了我的体贴，却不知道先背叛的那一方已经没资格被宠爱。我没有如他所愿的离开，只冷冷道：这里是我的家，凭什么让我走？不想跟我待一起，那你自己滚。说完，我走过去把门打开，对着他比了个请的姿势。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于安安的自尊不允许他不走，于是他怒火冲天地抓起包往外走，错身而过时狠狠抛下一句：杨图，你别后悔。我潇洒地挥手，咧开嘴笑：多虑了，我一会还下楼买串炮放呢。于安安愤怒地踢了一脚门后走了。没一会儿，我手机上便收到他传来的信息：杨图，我们离婚。我得偿所愿地笑了，马上回道：求之不得。热心市民当了这么久，终于到可以收获的时候了。于安安不会以为离婚是件很容易的事吧？到时候我让他什么都得不到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联系了离婚律师，顺便把门锁给换了。钱伟给我发信息，高兴地分享于安安带他去购物的事。他说没想到把所有精力花在专攻于安安一人时，会发现他这么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，对他还大方，什么都舍得给他买。他说于安安将来一定会是个好老婆、好妈妈。对此我不置可否，好老婆一定不是，好妈妈也没可能了。于安安租了一套大平层，跟钱伟同居，还把自己妈妈叫过去照顾他们。钱伟以为那房子是于安安买的，得意地拍了许多照片发给我。兄弟，现在我有大房子住，未来丈母娘细心周到，女朋友有钱又对我好，这日子真是过得比以前滋润太多了。你也多跟我学着点，比自己奋斗快得多。呵，让女人养还养出成就感来了。兄弟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是真没想到自己还有成功上岸的一天。兄弟，我苦啊！我本以为自己还得再过几年苦日子呢，现在终于要安定下来了。忒好，不是，他这么推心置腹地跟我讲以前干的坏事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放慢搞垮他们的脚步了。于是我鼓励他一定好好把握住于安安，千万别把他放跑了，多对他打感情牌，他一定会抓紧时间离婚嫁他的。
钱伟很兴奋，谢了，兄弟，等我们结婚了，请你吃酒。等他们结婚那天，就算不请我，我也会去，不然怎么给他们送大礼呢？正聊着呢，于安安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杨土，你为什么把门锁换了？快给我开门，把离婚协议书签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悠闲地翘着脚，慢慢悠悠道：“我在外面呢，你先等着吧。”于安安大喊道：“你马上回来，我还有事，先让我妈在这等着，立刻回来签字，别让她等太久。”我冷冷道：“等着吧，这要是丈母娘在外面，那我就更不急着开门了。这个女人又贪财又好吃懒做。我跟于安安结婚后买了房，她说要来住几天，之后就一直赖着不走，美其名曰帮忙照顾我们，但其实整天指手画脚的，这不让那不让的。一个月给她5000块钱买菜，她全揣自己口袋了，天天就买白菜豆腐之类的便宜菜，有时候还捡人家不要的烂菜叶回来。家里的饭等着我下班煮，地等着我回家拖，碗筷不洗，衣服不收，平日里只躺在床上刷手机或者跟老男人聊天。我不胜其烦，终于在大闹了几次之后把他赶走了。1个小时后，于安安的电话又打来了，暴跳如雷的怒骂：“你怎么还没回去给我妈开门？你到底在哪啊？忘说了，我接了个急单，人在隔壁市呢。要是你妈妈等不了，就让她先回去呗，明天再来。”于安安快气死了，但又拿我没办法，毕竟是她急着要离婚，无奈只能打电话让她妈妈先回去。她妈妈也很生气，我听到她踹我家大门的声音。我给小区保安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们我在监控里看到有人在踢我家大门，怕是小偷要入室偷窃。我人在外面赶不及回去，请他们快去看看。不一会儿就听到外面有争执拉扯的动静，于安安妈妈尖锐的声音穿透大门，传到我的耳朵里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我不是小偷，我是这家户主的丈母娘，别拉我，我自己会走。”声音渐渐消失，我得意地打了个响指，又给保安室打去一个感谢电话。电话刚挂断，于安安的电话又进来了，我没接，然后消息声音不断地响起，我也不看，跑去洗了个澡。等舒舒服服地躺到床上时，我打开手机给于安安发了一条信息：“离婚可以，但你得净身出户。”然后关机睡觉。第二天我出门时看到于安安正等在门外，见我出来，眼睛都快喷火了。“杨土！”我挖了挖耳朵，懒懒道：“听到了。”我没聋，不用那么大声。他冲到我面前，怒声道：“昨天你耍我妈的事情，我先不跟你计较。昨晚你说让我净身出户是什么意思？我赚了那么多钱，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”我抬起头冷眼看他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就凭你婚内养男人。”于安安傻了，似乎没料到我竟然会对他出轨的事情这么清楚。他后退了2步，脸上有慌乱，心虚一闪而过，但很快又镇定下来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反正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。这2年都是我在赚钱养家，家里财产我要拿大部分走，你抵赖没用，我有照片和录音。”于安安笑了，透着股自得的意味：“别以为我不懂法，你那些照片和录音肯定是偷拍的，侵犯我隐私了。等我们离婚时，法院是不会采纳的。”我也笑了，我又不指望单靠这些照片就能让他净身出户。“于安安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每天一早就开着车出门接单，偶尔也接钱伟的单。他这段时间安分地只守着于安安，没再去找其他的女人，跟他的情人也确实断了，没再见面。他每日里就是吃吃喝喝买买，
时不时地跟我分享下催于安安离婚的进展。我有时候真的挺佩服自己，能跟老婆的新欢处成兄弟，并怂恿他催我老婆离婚嫁他。一天，于安安又来找我了。杨图，我可以让一步，家里财产我们对半分，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。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不可能，我只接受你净身出户，你别太过分。就算我出轨有错，那也是因为你不能生，我都愿意给你一半财产做补偿了。你赶紧见好就收。于安安以为我不能生，但其实不能生的那个人是他。在得知于安安不能生后，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他，还帮他隐瞒真相，甚至为了多攒点钱来偷偷给他买药治病。我还去当了滴滴司机，而他呢，一听我不能生，转身就去找了情人。他如此绝情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受不了，从你出轨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只能净身出户。我不急，离婚的事可以慢慢来。说完我就准备走，于安安又急忙喊住我，她咬了咬牙道：再给你1成，不能再多了。于安安真的小气又自私，自从顶替我的位置后，她的事业就跟开了挂似的，步步高升，现在已经是分公司副总了，年薪100万。而我帮她背黑锅后就被行业封杀，没办法找相关工作，只能憋屈地当一名滴滴司机。但她到现在一句对不起也没跟我说过，一门心思只想着用最小的代价甩掉我。我眯了眯眼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半个洋葱，使劲抹了下鼻子，瞬间涕泪俱下。我朝人多的方向吼了一嗓子：于安安，你个负心的女人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背着我找别的男人，爱瞧热闹果然是国人的天性。我们身边没一会就哗啦啦地围了一群人，有的还激动地拿出手机录视频。不愧是能拿100万年薪的人，于安安虽然人品不行，但脑子转得快。他只愣了几秒，就迅速低下头捂住脸，怕丢脸。我哪能如他的意？我假装伤心欲绝地冲过去拉他的手，借机把他捂脸的手拉下来。我那么爱你，为了帮你连工作都丢了，我还没老呢，你就想把我踹了找更年轻力壮的小狼狗？你怎么可以如此狠心啊？于安安看到旁边拿着手机的人从我特意留出来的位置凑过来拍他，慌忙又伸手捂脸。大家快来看看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啊，把她录下来放网上去，让大家都看看。她捂我拉，她再捂我再拉。于安安终于忍不住了，咬牙切齿地低声道：杨图，够了，我答应你净身出户，别闹了。我要是身败名裂了，你1分钱也别想得到。我知道不能把他逼得太狠，于是我抢过旁边大娘手上提的垃圾袋，往于安安头上一套，在她尖叫时把她推出人群，同时大喊道：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没良心的人。于安安顶着那头垃圾灰溜溜地跑了。回家后，我接到于安安的电话，声音恶狠狠的，感觉她恨不能顺着电话线扑过来咬我一口。杨图，算你狠，明天一早咱们民政局见。我心情颇好的回道：好咧，明天见。第2天一早，我拿上早就找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出门，一打开门就见于安安的妈妈凶神恶煞地瞪向我。杨图，我早就跟安安说过，你这个男人是个窝囊废，不能嫁。他不听，现在尝到苦果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的钱都是我女儿赚的，你想让她净身出户，门都没有。我懒得跟他多扯，耽误一会离婚的事，便边绕过他边道：那我爬窗吧。于安安的妈妈不肯罢休，一把扯住我，
是你不能生，还没用的丢了工作，安安才找别人。他不趁现在年轻貌美的时候再找一个，生个孩子来养老，难道要守着你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窝囊废到老吗？嘿，不愧是亲母女，把败坏道德的事情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真是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啊！我被气乐了，问他，感情于安安出轨是因为我不能生还，没有工作呀？于安安的妈妈高傲地抬起下巴，挺了挺胸道：当然，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以后老了都没人照顾。再说了，我们安安这么优秀，一定得生个孩子，把优秀基因传下去。我疑惑地问，那他现在那个情人要是也不能生怎么办？我还听说他现在也没工作呢，难不成以后让于安安再找一个能生的？没错，我家安安的优良基因一定得传下去，不能生的男人要他何用？我忍不住佩服地给他点赞。没想到都21世纪了，竟然还有你们这种奇葩！你这种想法，钱伟知道吗？于安安的妈妈眼神闪躲，她不必知道，可是我觉得她还是有必要知道一下的。我边说边拿出手机对到她面前，上面显示着正在录音的状态。在她着急要抢时，又迅速把手机收了回来。我笑眯眯道，忘记跟你说了，钱伟我认识，他现在可是把我当成好兄弟的。你说我要不要把刚才的录音发给他，让他看清楚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，再劝劝他结婚要三思啊！于安安的妈妈无措道，你不许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离婚走人，别再来找我麻烦，否则我就赖着不离婚。于安安找一个情人，我就搅和散一个，看谁能耗过谁。我把他指向我的手指头按下去，别你的，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找上次那几个保安来把你拉出去。可能是想起上次的丢脸回忆，再加上害怕我把录音发给钱伟，他终于不情不愿地离开了。我到了民政局门口的时候，于安安已经等到焦急地转圈，他生怕我突然又不离婚了。毕竟钱伟可是给他下最后通牒了，再不离婚嫁他，他就自杀。于安安现在爱情里不能自拔，被拿捏得死死的。当然，这种好主意肯定是我给出的了。老实讲，我真挺替钱伟的智商捉急的，他直到现在都没想起打听一下于安安老公的名字。我很期待他得知真相那一刻的表情。于安安转头看到我，眼神一亮，继而又皱着眉头恼怒道：杨图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还想不想离婚了？当然想离，但没你那么着急，我也可以等个几年再离的。反正我现在又没有急着要结婚的对象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你给我管好你妈妈，别让她再出来乱咬人，否则我就先不离了。于安安恨恨地点头答应。一出民政局，于安安便迫不及待地给钱伟打电话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两人兴高采烈地在电话里讨论要去哪吃饭庆祝。当他们提到海鲜会时，我眼睛一亮，这家店我早就想去，但太贵，一餐下来至少几千块。以前太傻了，想把钱省下来给于安安买包，一直舍不得吃。现在他却准备带着钱伟去吃，既然我没吃过，那他们也别想吃。我凑到于安安身后，压着声音悠悠道：先别急着高兴，还有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呢，我随时可以反悔的。于安安猛地转头，警惕地看着我：你又想干嘛？我微笑道：我饿了，想吃免费的海鲜大餐，最贵的那款，但又不想看到你的脸。懂？于安安磨了磨后牙槽：你自己去吃，我买单。我和钱伟换地方吃。我笑眯眯地点点头。
于安安恶狠狠地用手点着手机给我下单，那模样别提多憋屈了。离开前，我又对于安安说了一句：“我一个被离婚的男人，情绪不稳很正常吧？这1个月我随时可能会不开心，会后悔，你多担待呀。”于安安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，带着惊恐和慌乱。他这个表情让我保持着美好的心情，美美地享受了一顿海鲜大餐。在离婚冷静期的这1个月里，我变着法地折腾于安安，要么3更半夜让他送夜宵过来，要么让他满城市的给我跑腿送东西。总之，不在离婚前把被背叛的这股气出一部分不罢休。于安安被我折磨得快崩溃了，最后还是只能好言好语地求我：杨土，看在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别再折腾我了，算我求你了，成不成？就算我错了，但那也是因为你不能生在先，你让我净身出户，我也照做了。你还有哪里不满意的？拜托你了，咱们好聚好散，行吗？我想了想道：要我答应也可以，但你得最后做一件事情。于安安忙不迭地点头同意。一件和无数件相比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领离婚证那天，于安安生怕我又突然反悔，早早就到了楼下等我。杨土，民政局快开门了，你怎么还不下来？我走到窗户前往楼下望了一眼，懒懒道：你答应我的还没做呢，我下去干嘛？于安安哀求道：杨土，我就在车上等你好不好？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我冷冷道：要面子啊？那你出轨时怎么没想到要点脸？别啰嗦了，不照做我就不去民政局，算你狠。楼下于安安的车里出来一个鬼鬼祟祟的绿色身影，一只手捂着脸，一只手拿着一个喇叭。仔细一看，正是于安安。她穿着一条绿色连衣裙，踩着绿色鞋子，戴着绿色帽子，也不知道她从哪凑出来这一身。别说，还真挺适合她，就是脸上用墨镜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的。她偷偷朝四周看了一眼，见有人看过来，头都快埋到胸口去了。我见她几次把手伸到喇叭开关，那又缩了回来。过了一会，于安安才终于下定决心般的将开关打开，她的声音便从里面传了出来，响亮的循环播放着：大家快来看渣女啊！我不是人，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很快，她的身边便聚集了一群人，里3层外3层的包围着。有些热心的正义人士忍不住对她大声唾骂，还有刚买菜回来的大妈愤怒地往她身上砸鸡蛋和菜叶。于安安左躲右闪的，好不狼狈。我在楼上笑得直不起腰，好一会才起身擦掉笑出来的眼泪，慢慢吞吞地下楼去了。于安安看到我时如蒙大赦，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，迅速把我拉上车，开着车一溜烟地跑了。等从民政局出来，于安安捧着那本离婚证反复地看，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。我想他这会一定有一种逃出升天的喜悦感，但是他一定不知道这才只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报复就快来了。1个月后，于安安和钱伟的婚礼在本市最大的酒店举行。收到钱伟的电子邀请函时，我忍不住替于安安掬了一把同情泪。离婚时他口袋空空，现在怕是已经背了一身债吧？但没办法，谁让他自找的呢？女人有时候为了爱情真的可以付出一切。当我到达酒店时，站在门口迎接客人的新郎新娘的脸色完全是2个极端。于安安一脸菜色，警惕地看我，张口正要说话，却见钱伟高兴地捶了下我的肩，热情邀请我进去就坐。于安安惊讶地把话又咽了回去。很快，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：
你怎么会跟阿伟关系这么好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我没回他，转而用微信小号“我是热心市民”拍了一张自拍照发给他。照片里的我比着剪刀手，笑容灿烂，感觉离婚后自己变得更帅气了。可惜于安安不懂欣赏，她看到信息后猛地抬头望向我，一副见了鬼的模样。我心情颇好地向她挥手示意，又发了一条信息过去：“一会有份新婚大礼要送给你们，敬请期待。”于安安的妈妈忙着招呼客人，抽空还过来警告我安分一点。我再三保证我只是过来送个礼物，一会就走了。他将信将疑地走了。婚礼流程开始进行，很快便到了新郎新娘放项链过程的 VCR 了。在场所有人都期待地看向大屏幕，画面显示完新人的婚纱照后，紧接着便开始播放一组照片，里面有于安安和钱伟的照片，有钱伟和别的女人的照片。整个会场一片喧哗，众人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于安安愤怒地扭头看向钱伟，恶狠狠地质问道：“钱伟，你居然不止我一个女人，还没结婚你就敢背叛我？”钱伟一脸惊慌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老婆，你要相信我，那都是认识你之前的事情了，我早就跟他断了。”于安安的神色刚放缓，便又听到屏幕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钱伟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，我们该分手了。”然后便是一段讨价还价的声音，最终以50万的分手费搞定。钱伟已经满头大汗了，于安安的表情像是要吃了他。紧接着，于安安黏腻的声音响起：“亲爱的，想我了吗？当然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一日见不到你，我就感觉快活不下去了。亲爱的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你美丽的容颜了，我也想你。亲爱的，我今晚不回去找我老公了，等我。”画面还没完，屏幕上又显示出一张报告，于安安患有不孕症的诊断报告，好像生怕别人看不清楚一样。诊断报告上姓名和诊断结果的位置还特意用红笔圈出来。等众人看清楚了，画面一暗 ，VCR 结束，会场的喧哗声更大了，众人纷纷鄙视地看向台上的那对新人。不时有人在骂，于安安已经目眦欲裂，他一下扑过去打了钱伟好几巴掌：“你骗我！你居然骗我！你知道我为了跟你在一起付出了多少吗？啊！我被杨图搞到净身出户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结果你居然还有别的女人，连孩子都有了！你个王八蛋！”钱伟脸色煞白，却又抓住了重点。杨图跟你什么关系？什么净身出户？什么欠债？你不是说你很有钱吗？而且你居然不能生，你们也骗了我！我在台下举手示意，并积极解惑。我是于安安的前夫，他为了跟你结婚，宁愿净身出户，也要跟我离婚。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。钱伟的表情变了又变，愤怒地骂我：“你个混蛋！居然偷偷录音，还骗了我这么久！亏我一直把你当兄弟，我无辜地摊摊手，我怎么可能跟破坏我家庭的人当兄弟？是你太蠢！”钱伟还想再说什么，但于安安的妈妈已经冲上台去，在他脸上乱挠，很快就见了血。“安安，打死这个负心汉！他居然敢背叛你，还把你害得这么惨！”于安安眼神吓人的死死盯着钱伟，一步步逼近。他完了，今天在场的还有他公司的人，以后他们会怎么看他？他敢净身出户的底气是现在的这份工作，但今天出了这个事，公司董事会一定会让他离职的。他真的一无所有了。钱伟惊恐的不断后退。忽然，于安安一声暴喝：“你去死吧！”他使劲推了钱伟一把，把他推下舞台。
前尾的头磕在台下的箱子角上，很快地上便被鲜红的血液染红，会场瞬间一片混乱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这个地方。酒店外阳光明媚，而我的大好人生才正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